楼上搬来一家3口，每天半夜让5岁的胖儿子在家拍篮球跳绳。我上门好声好气，求他们体谅我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的母亲。那家人却冷笑着故意买了个镇楼器，日夜开着。直到有一天，我母亲心梗发作，救护车赶来时，他们一家却故意堵死了消防通道。我没有哭闹，而是默默买了一套监控设备和2把多骨刀。深夜11点半，天花板上再次传来沉闷巨大的拍击声，这声音不像是在拍篮球，更像是有一柄大锤隔着楼板一层层砸在人的心坎上。伴随着拍击声的，还有重物砸在地板上的奔跑声，玻璃弹珠砸扁的清脆声，以及刺耳的拖拽家具摩擦声。我猛地从浅睡中惊醒，心脏因为骤然的惊吓正在狂跳。转过头，借着窗外的月光，我看到睡在旁边的母亲正死死攥着胸口的睡衣，身体佝偻成一团，脸色惨白，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冷汗。你怎么样？我慌了神，连滚带爬地凑过去，哆嗦着手去摸床头的速效救心丸。母亲大口倒着气，干瘪的嘴唇隐隐发紫，她虚弱地摆了摆手，把喘息压在嗓子眼里，生怕我担心。妈就是觉得胸口有点闷，跳得太厉害了。看着母亲这副模样，我的眼眶瞬间红了，心里的火气如同浇了油一般蹭地窜了上来。我妈半个月前刚做完心脏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术后恢复期最忌讳的就是情绪激动和惊吓，必须要绝对安静的环境休养。为了攒够那10几万的手术费，我白天在安防公司给人接热电布线，晚上还要去送几个小时的外卖。好不容易把我妈从鬼门关拉回来，本以为能过几天安生的日子了，可自从3天前楼上402搬来一家3口后，我们的噩梦就开始了。那户人家有个5岁左右的胖儿子，精力旺盛的出奇，从早上6点到半夜12点，这孩子简直把家当成了游乐场，拍皮球、跳跳绳，哪怕是凌晨，也能听见他在上面又哭又闹砸东西。前2天我还忍着，想着刚搬家收拾东西动静大也正常，可今晚这种肆无忌惮的砸地板，分明就是在要我妈的命。天花板上又是一阵巨响，震得老旧水晶灯的吊坠都跟着晃了晃。我妈痛苦的闷哼了一声，抓着被子的手背上青筋暴起。我再也忍不住了，披上一件外套，穿着拖鞋就冲出了门，直奔4楼。我强压着怒火，尽量克制地敲响了402的防盗门，等了足足3分钟，门里面才传来不耐烦的脚步声。门咔嗒一声开了一条缝，一个顶着一头劣质棕色卷发、颧骨微高的女人探出半个身子，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眼神里透着一股子尖酸刻薄。大半夜的敲什么敲啊，好丧呐！王翠翻了个白眼，语气冲得呛人。隔着门缝，我清楚地看到客厅里一地狼藉，一个壮实的像小牛犊一样的胖男孩正举着一个实心橡胶球，狠狠往地板上砸。大姐，我是楼下302的。我深吸了一口气，尽量好声好气地说，现在快12点了，能不能让孩子别玩球了？我妈半个月前刚做完心脏大手术，受不了惊吓，算我求求您了，行吗？哟，做手术了不起啊！冷笑了一声，我家大宝才5岁，正是长身体活泼好动的时候，小孩子玩玩球怎么了？天性懂不懂？大姐，这不是天性的问题，现在是休息时间，动静真的太大了，我妈心脏受不了。受不了你就去住郊区别墅啊，买不起别墅，挤在这破楼房里，装什么娇贵？王翠猛地拔高了音量，嗓门尖锐的刺耳，嫌吵自己买耳塞去。再是了，我家在自己的地盘上走动怎么了？犯哪条王法了？你这是什么话？邻里之间不该互相体谅吗？我气得浑身发抖，声音也大了起来。这时候门被一把拉开，一个满脸横肉、光着膀子的胖男人走了出来。这是王翠的老公刘雄，一身劣质的酒气，用夹着烟的手指着我的鼻子，满眼戾气。干什么玩意儿？大半夜跑我家来欺负我老婆孩子！大哥，是你们家孩子半夜拍球砸地板。关你屁事！刘雄不耐烦地打断我，甚至上前一步，借着体型优势逼近我，狠狠推了我肩膀一把，把我推得一个踉跄撞在对面的墙上。老子花钱买的房子，老子想怎么蹦就怎么蹦！你妈有心脏病那是她命贱，别特么来沾边讹人！滚蛋！说罢，刘雄砰一声把防盗门重重摔上，紧接着楼上不仅没安静，反而传来了更响亮的跺脚声。他们是故意的。我后背撞在冰冷的墙皮上，眼泪不争气的在眼眶里打转。对付这种浑身上下没有一丝道德底线，根本听不懂人话的无赖，讲理简直是笑话。我咬了咬牙，掏出手机报了警。10几分钟后，2名警察跟着我上了楼，敲开了402的门。看到警察，刘雄身上那股嚣张跋扈的劲儿瞬间收敛了不少。王翠倒是眼珠子一转，立刻换上一副委屈的嘴脸，抢先指着我控诉起来：警察同志，你们可得给我们做主啊！孩子不小心把凳子撞倒，楼下这女的就发疯一样上来敲门，还威胁我们，吓得我家大宝那胖男孩配合地躲在王翠腿后。根本不是这样，是他们的孩子半夜拍篮球、跳绳，我妈刚做完心脏大手术。我急着辩解，却被警察摆手打断了。警察例行公事地做了个笔录，看了一眼屋内，叹了口气对我说：小姑娘，这属于邻里纠纷，噪音问题也不好界定，达不到治安处罚的标准。接着警察转头教育刘雄2口子：不过大半夜的，家里铺个地毯，管管孩子，邻居老太太身体有病，大家互帮互助，别把关系搞那么僵，听见了没？听见了，警察同志辛苦了，我们肯定管孩子。刘雄连连点头，哈腰一脸憨厚老实的作态。可是当警察一转身下楼，刘雄那张脸瞬间沉了下来，他隔着门缝死死盯着我，嘴角勾起一抹极其恶毒的冷笑，甚至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那一刻，我通体生寒。我知道，这不仅没有解决问题，
反而彻底激怒了这两个小肚鸡肠的恶魔。果然，警察走后的后半夜，楼上消停了，但我妈已经被折腾得整夜无法合眼，只能靠坐在床头熬到了天亮。第二天我去上班，因为担心母亲，我借故提前半天请假回了家。刚走到单元楼下，我就看到快递员正在搬一个沉重的大木箱子，收件人赫然写着402刘先生。我没多想，只当是他们买的新家具。但等我回到家，推开门的那一刻，我整个人都僵住了。一种频率极不寻常，带着强烈机械共振的低压轰鸣声正从天花板的角落传导下来。那不是人能在地上蹦出来的声音，而是某种工业级别的马达产生的持续高频震动，伴随而来的还有不间断的机械敲击声。震动顺着承重墙传遍了整个屋子，连桌子上的水杯都在一下接一下的泛着波纹。长期处于这种低频震动中，正常人都会觉得胸闷气短，心烦意乱，更别提一个心脏病人了。我妈脸色煞白地瘫在沙发上，双手死死捂着耳朵，胸口剧烈起伏，一副随时都要喘不上气的样子。震楼器，我脑子里嗡的一声炸开了。刘雄不仅没收敛，反而因为我报警，特意去买了大功率的工业震楼器来报复我们。我愤怒地颤抖着手，点开业主群，刚想发语音质问，就在屏幕上看到了刘雄1分钟前发的一条消息：402刘雄。有些人呢，就是给脸不要脸，非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有心脏病就赶紧打120送太别在这儿挡老子的风水！我家今天开始装修砸墙，谁要是不长眼再来敲门，老子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底下的王翠紧跟着发了一个捂嘴笑的表情包，我的手心被指甲掐出了血。看着监控里母亲越发急促的呼吸，我知道普通的维权途径对这种披着人皮的畜生已经完全失效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妈真的会死。连续3个日夜，那个工业级震楼器就像催命的鼓点，死死咬着我们不放。刘雄摸准了规律，白天我们不在家，他就关掉，只要晚上10点我们一熄灯，那令人作呕的低频嗡嗡声和敲击声就会准时响起，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这种低频噪音最可怕的地方在于，戴耳塞根本没用，它是直接通过建筑结构穿透鼓膜，震得人内脏都在发颤。我妈原本红润了一点的脸色，肉眼可见的灰暗了下去。她整宿地坐在沙发上，大口喘着粗气，连水都喝不进去。我报了3次警，找了4次物业和居委会，可每次刘雄都死不承认，把机器一收，摆出一副无赖嘴脸。警察同志，我家真没动静。楼下这女的神经衰弱，非要碰瓷啊！警察和物业只能口头警告，可当他们前脚刚走，震楼器就会以2倍的功率再次开启噩梦。终究是在第4天的子夜降临了。那天晚上12点半，楼上不仅开了震楼器，那个胖儿子还在大客厅里学起了青蛙跳，震天响的砸地声伴随着机器的轰鸣，整个天花板仿佛都要塌下来。妈，你坚持住，我这就去把那套的店砸。我看着脸色铁青、痛苦地捂住胸口、倒在床上的母亲，疯了一样往门外冲。可还没等我拉开门，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极其沉闷的抽泣声。我猛地回头，我妈整个人僵硬地弓起身子，双眼痛苦地向上翻着，手里的速效救心丸散落了一地。那只枯瘦的手死死抓着胸口的衣服，喉咙里发出封箱破裂般可怕的倒气声。我扑过去，手忙脚乱地把药塞进他嘴里，可他已经没有任何吞咽能力了。120，我打120。妈，你干脆别死！我颤抖着手拨通了急救电话，眼泪像决堤一样砸在屏幕上。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我们住在3楼，每一秒都是在和死神赛跑。接线员告诉我救护车就在附近，最多5分钟就能到，让我准备好随时开门接应。5分钟后，楼下传来了救护车刺耳的急救笛声，我连滚带爬地冲出家门，跑到楼梯口准备迎接急救人员。可是当我冲到2楼和3楼拐角处的缓步台时，我整个人如遭雷击。原本虽然狭窄但还能通行的楼梯间，此刻被死死堵住了。一辆破旧的电动车横在正中间，旁边还堆着一个满是油污的废弃大衣柜和几个装满建筑垃圾的编织袋，这简直是一堵叹息之墙，把生命的通道封得死死的。担架过不去，赶紧把这堆东西搬开，病人情况非常危险，1分钟都不能耽误了。底下2名急救医生抬着担架，急得满头大汗地冲我大喊。我发疯一样去推那个大衣柜，可它沉得像焊死在地上一样。那辆电动车更是被一把粗大的 U 型锁直接锁在了楼梯扶手上，那是刘雄的电动车。那个大衣柜是王翠前天刚从网上买新家具淘汰下来的，他们是故意的，他们知道我妈心脏不好，连最后一条活路都要给我们掐断。刘雄，王翠，你们开门，把车挪开，救命啊！我冲上4楼，把402的防盗门砸得震天响，手背上的皮都砸破了，鲜血在门板上留下一个个刺目的红印。扑通跪下，我给你们磕头了，开门啊！我双膝重重砸在水泥地上，朝着那扇冰冷的铁门嘶吼，嗓子瞬间撕裂出血腥味。里面明明有灯光，明明能听到人走动的声音，可回应我的是震楼器突然加大的频率，以及被故意调到最大音量的电视机声。隐隐约约，我甚至听到了王翠那尖刻的冷笑和胖男孩幸灾乐祸的拍手声。死老太婆，吵死了！王翠毫无温度的嘟囔声从门缝里露出来。刘雄，你真是……时间1分1秒的流逝，楼下的急救人员和我拼了命的拆解那个衣柜，砸那把 U 型锁10分钟，整整10分钟。当我们终于把通道清理出，勉强能过一个担架的缝隙，医生满头大汗地冲进我家，将除颤仪按在我妈胸口时，一切都晚了。监控仪上那条原本微弱起伏的曲线，已经变成了一条毫无生气的直线。家属，对不起，病人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心源性猝死，
我们尽力了。医生擦了擦额头的汗，语气沉重。我像被抽干了全身的骨血，瘫倒在我妈余温尚存的遗体旁，没有嚎啕大哭，只有一种冷到骨髓里的死寂。我妈死了，被楼上那一家畜生活生生的搓磨逼死了。事后的处理结果更是如同一把淬了毒的刀，将我仅存的理智搅得粉碎。警察来了，经过调查，刘雄一家确实在楼道堆放了杂物，但因为没有直接监控证明，他们是为了阻止抢救故意堵死通道。在法律上，这最多被定性为消防通道违规堆放杂物引起的民事意外纠纷。我们就是随便放东西，谁知道那个短命鬼恰好发病了。警察同志，这可不赖我们呐！我们也是受害者，那衣柜都被砸坏了呢。王翠在派出所里哭天抹泪，演技逼真。最后，除了接受消防部门2000块钱的罚款，以及被行政拘留了5天，刘雄一家竟然毫发无损地被放了回来，甚至连我要求他们赔偿我妈丧葬费的诉求都被刘雄以一句你妈本来就有心脏病，关我屁事给强硬顶了回来。更让我恶心的是，拘留结束回来的第1天，刘雄就在小区业主群里发了一条长语音。哎呦喂，这年头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自家老东西命薄如纸，非得赖别人身上，几件破家具还能杀人不成？大家以后可得离302那女的远点，这可是个克死亲妈的扫把星呢！群里一片死寂，没人敢得罪这个满脸横肉的无赖。我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看着手机屏幕上那段充满恶毒嘲讽的语音，手里紧紧攥着我妈生前织了一半的毛衣。法律判不了他们死刑，连让他们坐牢都做不到，可是血债必须血偿。我缓缓抬起头，红血丝密布的眼底，最后一丝属于常人的软弱和温情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深不见底的疯狂与冰冷。我转头看向角落里堆放的那些工作用的电线和微型电路板。刘雄、王翠，你们很喜欢噪音是吧？你们觉得法律惩罚不了你们是吧？好，我会用我最擅长的方式，为你们一家3口量身定制一场永不苏醒的升学地狱。我要让你们生不如死。我妈的葬礼办得极其简单，因为除了我，她在这个世上已经没有别的亲人了。骨灰下葬的那天，天空飘着阴冷的细雨，我穿着黑色的雨衣站在墓碑前，一滴眼泪都没有流，不是不悲伤，而是那种痛彻心扉的绝望，已经把我的泪腺彻底烧干了。剩下的只有一块冰冷的，正在精密计算着如何复仇的铁。从陵园回来后，我在小区业主群里发了一条长消息：各位邻居，这段时间因为我妈的病给大家添麻烦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妈本身就有基础病，怪不到任何人头上，是我太偏激了。这套房子承载了太多痛苦的回忆，我准备下周就搬走，以后都不回来了。祝大家生活安康。消息一出，群里死寂了片刻，随后跳出了刘雄的回复：402刘先。早这么懂事不就好了吗？非得闹到死人才罢休，算你有点自知之明，赶紧滚吧，别留在这儿晦气。大家伙说是吧？402王翠，就是搞得好像我们欺负他一样，真是个扫把星。我看着屏幕上那些嘲讽的字眼，嘴角勾起一抹极其病态的冷笑。恶人之所以嚣张，是因为他们以为老实人只会妥协，他们以为我也像以前被他们挤兑走的那些邻居一样，认命了逃跑了。他们不知道，猎人布置陷阱的第一步，就是让猎物彻底放松警惕。接下来的整整6天时间，我白天假装搬家，一箱一箱的往外运送旧衣物和杂物，晚上则把公寓的窗帘拉得死死的，借着微弱的工作灯，在天花板上进行一场极其浩大而精密的工程。我是干安防弱电安装的，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6年，对声学传播、监控网络和微型电路的了解，比那些只会用蛮力的流氓深得多。我在客厅和卧室的天花板上精准定位了4楼刘雄主卧大床、客厅沙发以及那个胖儿童床的正下方。我用电钻小心翼翼地切开天花板表层，将12个定制的微型定向骨传导音响和压电式低频换能器用强力结构胶死死贴合在楼板最核心的承重钢筋上。普通音响是靠空气传播震动，容易被手机录音，也容易被找到声源，但我装的这套设备，声音是顺着钢筋混凝土直接以特定频率打入上方人体的骨骼和内耳里的。不仅如此，由于我深埋在隔音棉和天花板夹层中，就算他们把4楼的地板砸穿，也绝对找不到声音的来源。在这些共振器旁边，我还密集铺设了8个高灵敏度的军工级针孔拾音器和微弱电流探测针。通过这套系统，4楼传来的任何一丝风吹草动，哪怕是他们晚上睡觉翻身说梦话，还是白天打电话的只言片语，都会被极度放大，实时传输到我的云端服务器里。做完这一切，我用石膏板和腻子将天花板完美复原，看不出一丝一毫的破绽。第7天，我退掉了这套房子，搬进了距离小区5公里外的一个阴暗地下室。地下室里没有多余的家具，只有一整面墙的电脑屏幕、各种调音台和一根直接连通云端控制器的主控线。我戴上监听耳机，屏幕上绿色的声波频段开始跳动。刘雄一家的好日子到头了。由于拾音器的灵敏度极高，我搬走后的第3天，就在他们一家毫无防备的日常对话中抓到了极其致命的把柄。那天下午，王翠在主卧里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在我的扩音系统下清晰无比。哎呦，张姐，那 P3拼双你直接发货就行，什么签网超标？哎呀，怕什么？查不出来的。上次那个烂脸的孕妇不是被我拉黑了吗？他连咱们在哪儿都不知道，报警管个屁用，这叫暴力，懂不懂？我冷笑着将这段长达15分钟的假药销售通话录音原封不动地打包加密。到了晚上，刘雄一身酒气地回来，在客厅和人通电话。李总啊，那个工程的料你给我换成 C 级的就行，
对，验收包在我身上，我大舅哥就是质检的。这中间30万的差价，老规矩，把我堂弟那张卡上。贪污公款、工程造假，这2段录音随便哪一段扔出去，都足够让他们进去蹲上好几年。但我没有立刻报警，直接送他们进监狱，太便宜他们了。那几年的牢饭怎么能抵消我妈在楼道里绝望等死的痛苦？我要他们在身败名裂之前，先经历一场精神被一点点凌迟的恐惧。我要让他们互相猜忌，自相残杀。凌晨2点，监控显示402的3口人已经进入了深度睡眠。我坐在地下室里，面无表情地推起了调音台上的主控推子。第1阶段，次声波地狱。我没有播放任何吵闹的声音，而是选择了一个极为特殊的频率 17.8 赫兹的低频次声波。这种频段极其接近人体眼球和内脏的共振频率，人类的耳朵听不到这个声音，但身体会本能地产生反应，心率骤然加快，呼吸困难，莫名其妙的极度恐惧，甚至会出现幻视和幻听。低频波顺着钢筋无声无息地钻进了刘雄和王翠的被窝，直达他们的内耳。3分钟后，拾音器里传来了动静，刘雄最先有了反应，他在床上剧烈地翻腾了一下，开始大口喘气，紧接着王翠也发出了一声类似被惊吓到的短促尖叫。快点压着我胸口啊！放屁！老子在憋着睡着呢。刘雄烦躁地骂了一句：操，怎么突然心这么慌，喘不上气？我也觉得心慌，而且你听，屋里是不是有什么嗡嗡的声音？王翠的声音带上了一丝颤抖，伴随着啪的一记响亮的耳光，以及王翠压抑不住的痛哭声。402在凌晨3点彻底炸开了锅。我知道，恐惧的种子已经在这2个自私透顶的恶棍心里种下了，而这仅仅是复仇的第1页。半个月的时间，对一个沉浸在仇恨中的人来说，转瞬即逝；但对于被锁在声学地狱里的刘雄一家来说，每一秒都是凌迟。这15天里，我的地下室屏幕上那2条代表402声波的绿线几乎没有平息过。次声波和骨传导定向音响的威力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它破坏的不仅仅是睡眠，更是人的神经系统和内分泌。最初的3天，王翠因为总是听见我妈临死前的导气声和救护车声，半夜疯狂尖叫。刘雄听不到，只觉得老婆神经病。2人一整宿的吵架，互扇耳光。到了第5天，我转换了目标，我把次声波的频率微调到 18.9 赫兹，一个能引发男性严重狂躁和视觉重影的频段，并把那段老太太喉咙里发出声的音频精准推给了刘雄所在的左侧床铺。那天凌晨3点，拾音器里传出刘雄杀猪般的惨叫：滚开呀，死老太婆，别找我，是你自己心脏病发作的，不关老子的事儿！刘雄在床上疯狂踢打，甚至抄起台灯砸碎了卧室的穿衣镜。王翠被他吓疯了，哭着要去拉他，却被狂躁中的刘雄一脚踹在肚子上，连滚带爬地撞在衣柜上。那个原本每天拍皮球无忧无虑的5岁胖儿子，被这种诡异恐怖的家庭氛围吓得整日大哭，甚至开始尿床。而他的哭声在那狭小的出租屋里，成了引爆刘雄暴脾气的最佳导火索。哭，你他妈再哭，老子摔死你！到了第10天，监控里的声音已经完全变成了地狱里的图景。刘雄因为长期无法深度睡眠，双眼充血，精神处在极度衰弱与暴躁的边缘。王翠大把的掉头发，整个人神经过敏，白天连窗帘都不敢拉开，总觉得角落里有双眼睛在盯着他。他们不敢在家里住，试图去住过2天酒店，但在他们去酒店的那2天，我关掉了机器，让他们睡了2个好觉，误以为家里真的闹鬼，并专门请了个大仙回家做法，花了大几千块钱。等他们一回家，我立刻把机器功率开到最大，低频的轰鸣和死者的喘息交织在一起，彻底摧毁了他们最后一道心理防线。这种折磨在第15天的深夜迎来了最终的清算。那一晚，屏幕上显示外面正在下暴雨，雷声掩盖了人世间所有的罪恶。我坐在调音台前，面无表情地将几段他们日常互骂的录音剪辑在一起，进行了极度扭曲的变音处理后，通过左右2个骨传导音箱分别打入他们俩的脑海。在刘雄听来，那是王翠在恶毒地咒骂他无能，要把他贪污的事捅出去的窃窃私语；在王翠听来，那是刘雄咬牙切齿地说要砍死他，换个新老婆的阴狠鬼叫极度的精神衰弱，加上幻听，让他们彻底丧失了理智。凌晨2点，主卧里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惨烈撕。你个臭婊子，你想弄死我借我的运是不是？这几天屋里的动静是不是你搞的鬼？刘雄的嗓子已经哑了，发出野兽般的低吼。刘雄，你个王八蛋，你连亲老婆都想杀，我跟你拼了！王翠凄厉地尖叫着，紧接着是极其沉闷的肉体碰撞声、器物砸碎声，以及那个胖男孩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一阵剧烈的翻滚后，拾音器里传来扑哧一声令人牙酸的闷响，紧接着是王翠惨绝人寰的哀嚎。我的眼睛！刘雄，你不得好死！听着耳机里传来刘雄因为极度狂躁而失去理智的施暴声，以及血液喷溅的微弱声响。我靠在椅背上，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浊气。狗咬狗的游戏该收网了。我点开电脑桌面上早就准备好的2个加密邮件夹，第一个文件夹里是刘雄贪污公款、工程收受回扣、使用劣质材料的所有通话录音和转账线索。我把这些直接发送给了他那个极其护短的对头副总以及当地的纪检监察部门。第2个文件夹里是王翠明知假药重金属严重超标，依然高价售卖给孕妇，导致对方毁容流产的确凿证据，以及他的家庭住址。我将这份大礼群发给了工商局以及那个一直在全网重金寻找他下落的受害孕妇群。点击发送，看着进度条飙升到 100%， 我拔下了主控线。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比我想象的还要戏剧化，也还要大快人心。第2天清晨，雨刚停，2拨人马几乎同时堵在了4楼402的门
门口，一波是接到线索迅速出警的经侦大队，另一波是那个被毁容流产的孕妇家属带着的10几个彪形大汉。刘雄在不在里面？王翠，你个毒妇，给我滚出来！还我老婆的脸，还我孩子的命！狗子！防盗门被外面的人累得震天响，如同半个月前我跪在楼道里绝望的砸门求他们挪开电动车时一样。只是这一次，里面没有人冷笑，只有浓重的血腥味和濒死的恐惧。由于门迟迟不开，警察果断联系了开锁公司破门。当那扇沉重的防盗门被猛地推开时，据说连见多识广的老警察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一片狼藉的客厅里，王翠满脸是血，一只眼睛被刘雄拿烟灰缸砸得通红肿胀，几乎瞎了，正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抽搐。而刘雄则像个疯子一样缩在角落里，手里还拿着一把沾血的菜刀，嘴里语无伦次地念叨着：墙里有鬼！根本不需要再经过任何调查，这惨烈的家暴现场和双面夹击的铁证直接钉死了这对恶魔的余生。刘雄因为贪污受贿数额巨大，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外加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数罪并罚，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而他这辈子引以为傲的那个长身体的胖儿子，因为父母双双入狱，且没有其他直系亲属愿意接收，最终被送去了偏远的福利院。听说在那里受尽了欺凌。王翠虽然被抢救了回来，但失去了一只眼睛，不仅面临着巨额的民事赔偿，也在伤好之后直接被送进了女子监狱服刑。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黑暗、生不如死的铁窗生涯。而在那里面，没有人会纵容他们半夜拍皮球。半个月后，阳光明媚的一个下午，我戴着鸭舌帽重新回到了那个老旧的小区。因为出了恶性伤人事件，402被法院贴上了封条，而楼下的302也一直空置着。我轻车熟路地撬开了302的门，踩着凳子，我用手里的一块强效电磁脉冲发生器贴在天花板当初安装仪器位置的正下方，按下了开关，伴随着极其微弱的一声电火花轻响，深埋在钢筋混凝土里的微型电路板被瞬间烧毁，所有的主板化成了一团焦炭。这世上再也不会有人能找到任何关于次声波的证据，只当那是刘雄一家坏事做尽，遭了报引发了惊症。我将电磁脉冲器拆解，扔进了不同街区的垃圾桶里。做完这一切，我买了一束白百合，坐了1个小时的公交车，来到了南山的陵园。风很轻，阳光暖暖的照在墓碑上，我妈慈祥的照片上。妈，那个吵闹的楼上终于安静了。我把花放下，伸手轻轻抚摸着冰冷的墓碑，眼底长久以来的死寂和阴霾终于散去，嘴角露出了半个月以来的第一个微笑。再也没有人会吵您睡觉了，您好好睡，女儿会好好活下去的。我站起身，没有再回头，迎着刺眼的阳光大步走出了陵园。深渊已经将恶人吞噬，而我终于可以重新走在阳光下了。